Warning: the following content will be voiced in Mandarin Chinese. Please have your subtitles enabled if you cannot speak this language. Thank you. 各位海军上将们，大家好。今天由于 Daniel 喉咙不舒服，所以我来代班配音。那么今天呢，顾名思义，我们就是要来 rent。那要 rent 什么呢？请大家仔细看下去。今天有3个东西要 rent。各位看一下背景的这个影片，这是随便拍的一个演习的影片，但重点不是演习，而是你有没有发现？这些船舰的美术图的载入速度非常的缓慢？我已经是在用电脑的模拟器在玩了。那如果各位用手机的话，那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。那这严重拖累了系统效能，而且我之所以要拿来 rent， 是因为它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是某一次改版之后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以前并不是这样子的，以前一打开就是立刻载入完成，不需要等待。那么这种拖累效能的事情，当然是我要抱怨的对象。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说。好，那这边编队完成，我们准备要出发了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待会等我按下阵型之后，到他问我是否要进入夜战之前，要花多少时间？请各位自己算算。1分16秒，1分16秒各位有没有很想睡？刚刚看完1分16秒没有意义的一群动画之后，而且我告诉各位，你按下阵型之后，就已经决定了那段动画的内容。也就是说，到底按下夜战之前那段时间，你一按下阵型，就已经立刻决定。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让我们看这些动画呢？我觉得根本就是可以跳过的东西啊，中间又不能互动，你就看那些船舰的动画，有什么好看？直接跳过就好了。一按下阵型，就立刻送我们去问我们要不要夜战。一按下夜战之后，直接秀出战斗结果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节省各位宝贵的时间。那截至目前为止，我前面讲了两件事都是小事，那接下来讲就是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我请问各位，现在各位在荧幕上看到的2艘船，我假设他们都还没有进入各自的游戏当中，然后明天要加入，请问哪一个游戏会让你感到兴奋？会因为这艘船的新加入而让你感到兴奋、感到期待、迫不及待想要自己来操作一次？如果各位还需要考虑的话，那我劝阁下直接按上页，不要再继续看这个影片。好，那如果你还在这边继续看的话，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好了，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因为在钢铁少女中，每艘船都一样，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2艘船中间有什么差别。那我先不要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先让各位自己比较一下。我问一下各位 ，Sweet Home Alabama 跟 USS Steven Seagal 还是 USS Donald Trump， 随便你怎么叫。这2艘船互相之间有没有差别？你自己说。如果你觉得刚刚那2艘都是美帝的东西，我分不出来的话，那这2艘你总该分得出来吧？你觉得这2艘应该有差吧？对不对？这2个是不同国家的东西嘛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说，我的看法是，这2艘船好像同一级的2艘船一样的差别，就是这样。那为什么呢？或许我举出2艘船的差别之后，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。这是我做的一个表格，给各位看一下这2艘船所携带的主炮组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才讲主炮组而已，就已经这么多了。那其他的东西怎么办？装甲、速度、副炮、鱼雷、雷达，我还要说什么？我还需要再说吗？我觉得不用了吧。我就拿射速来说好了。你有没有发现2个射速的差别天差地远？1分钟你才射2轮，人家已经射3轮还有剩，可是他却没办法在游戏中发挥，为什么？因为游戏中再怎么样，你都最多射2轮而已啊。这样我怎么知道谁射速快？对不对？我还是拿2艘战斗舰来比哦。如果你跟驱逐舰比的话，所以我就说，你没有把差异做出来的话，那每一艘船都是一样的啊。对我来说有什么差别呢？再来，如果你对主炮组没有兴趣，那我们来说鱼雷。几乎所有的日本巡洋舰跟驱逐舰都有携带一次的重新装填，都有携带一次的 reload。其他国家基本上是不会携带额外的鱼雷在身上，除了鱼雷管里面之外。那你做得出差别吗？这个差别你也没有做出来啊，对不对？知道真实的战斗是很复杂的，真正的海战根本不可能还原，在游戏中还原为真，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游戏做得到，但也不可以这么想，不可以让2艘船几乎是一模一样。说了这么多，但到最后我要承认，我也想不到解决办法。我不知道当初各位来玩这个游戏的原因是什么。
可能是那些美术图吧，但我不是，我是对海军船舰有兴趣，对他们在历史上的表现有兴趣，而不是这些美术图，并不是他们画的不好，并不是画师的问题，画师绝对没有问题，他们那么辛苦的付出，每张图都要十几个小时在电脑前面，我绝对不是说他们，但我必须说，这还是太单调了。我觉得每天打演习都好像在做一件例行的公事，是一件很无聊的事。因为当我前面讲的这些事情都成为抱怨的理由的话，可能不是你抱怨的理由，但是你就会觉得好像每天上课签到、上班打卡一样的无聊。就是每天我就一定要做这件例行的事情，就这样没了。但是我相信这个游戏可以不必是这个样子的，它可以让你上瘾。那你每天不玩它，不去碰它的话，手会断掉那种。我相信可以，虽然它现在不是，但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想出解决办法。或许很遗憾的，等我想出来之后，这游戏可能已经早就不在了。在我这10几天没有发布影片的期间，已经很多人离开了，可能是造船比较倒霉，没有造到他想要的船他就走了。可能是因为活动关太难打，他也走了。可能是因为技术问题，像之前的卡239事件，他也走了。那各位听到这些，可能会想问，那为什么我还在这里？我想跟各位说的答案就是，我不 care。造船活动没有造到，我不 care。活动关没有通过，也不 care。我船沉了，我要赔非常多的油跟钢来维修。打活动关的时候，我也不 care， 我这边间谍就不打，就这样，我也不会花钱。或许有一个解决的方向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有战斗画面。战斗画面当然，我前面是强烈建议删除，浪费我们的时间。但是形式呢？如果想想，不是系统每次在那边计算2次日战1次夜战，这真的是很无聊，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打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就因为游戏的这个机制，让很多事情都做不到。我前面的建议没有一项做到，如果你还要使用这个方法的话，但我前面也强调过，不可能100%的还原，10%我看都有难，很多游戏没有一个游戏做得到，不可能还原事实。我们也不是朝这个方向前进，但是也不能让游戏跟事实几乎永不关联的。这个影片讲的真的是语重心长，并不是我要走，我还没有要走，我还会继续玩这个游戏，目前并没有要离开。但它真的不有趣，我说实话，它真的不有趣。有多不有趣呢？我就说做影片好了。如果各位有看之前我做的影片，你会发现，如果我没有塞战舰世界的梗进去的话，我的影片没有东西啊，我的影片根本没有东西啊，连我自己都不想看，我录下来要干嘛？没有意义啊！你看我之前做影片的用的梗，史蒂芬席格啊，头文字 D 啊，英国脱啊，我说我不放那些梗进来，然后只要你看荧幕上的战斗画面或是造船或是什么的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连我自己都不想看，我怎么会要你看？对不对？哎，无论如何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那希望各位在游戏中还是玩得开心啊！虽然我抱怨了这么久，虽然我想抱怨的内容我已经想很久了，我只是今天才把它讲出来而已。好吧，下部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